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由我们带大家解读这项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顶刊研究。华盛顿大学等机构在2026年揭示了手语如何在脑中构建三维叙事。该工作发现，大脑处理语言不仅靠听觉，皮层中存在一套普世的时间尺度层级。通过对比视觉与听觉路径，证据显示大脑能将手势动作转化为复杂的叙事模型。这一发现不仅打破了语言载体的限制，更定义了大脑处理高级意义时的特异性机制。研究者们首先深入探讨语言到底是听觉的专属，还是意义的本能。虽然人类习惯用声音叙事，但大脑处理意义的流水线可能并不依赖载体。实验对比了听觉与视觉两条路径，观察它们如何汇聚于语义解码核心。关键在于，当语言从听见变为看见，大脑的底层逻辑是否依然如故。这种跨感官的路径对比是后续验证大脑处理机制普适性的核心前提。手语作为成熟的自然语言，其复杂度远超简单的手势。它不仅以双手为词汇载体，还利用面部微表情实现挑眉、标记疑问等硬核语法。关键证据在于，三维空间被用作叙事舞台，特定的空间坐标直接充当了语言中的隐形代词。这种高度耦合的视觉空间特性，意味着大脑在解码时必须同步处理物理位置信息与深层的逻辑意义，这为后续探索其专属脑区奠定了基础。基于手语复杂的空间特性，研究者提出了两大核心追问。首先是普适性求证，即手语与听觉语言是否共用同一套齿轮啮合般的处理流水线。其次是寻找大脑的专属外挂，观察面对三维空间与面部语法是否解锁了某些隐藏版图。这两条轨道共同构成了本次实验的坐标系，旨在界定大脑在处理自然语言时，哪些功能是跨模态通用的，哪些又是模态特有的。为解答上述疑问，研究团队招募了20位天生聋哑的波兰手语母语者进行实验。受试者在 fMRI 核磁共振舱内观看由专业演员演绎的长达20分钟的悬疑剧《恶蛇府的倒塌》。这是一项复杂的认知任务，要求大脑从基础视觉、光影、词汇和句法出发，最终攀升至对宏大剧情的整体理解。长时程的完整叙事素材确保了研究者能捕捉到大脑在处理不同层级信息时的动态反应。科学家采用了乱序打碎法，将20分钟的故事解构为不同颗粒度的素材。实验设置了完整故事、打乱的句子、打乱的词汇以及无意义的假手语4个层级。证据显示，低级脑区对词汇碎片也能产生反应，而高级脑区则非常挑剔，只有面对连贯剧情时才会同步点亮。通过这种对比，研究者能够精确区分哪些脑区负责瞬时感知，哪些负责长时程的语义逻辑整合。在数据分析层面，研究者引入了脑际同步率作为核心标尺。其基本原理是，当20位受试者理解相同的连贯剧情时，相关脑区的活动波形会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共振。实验观察到，故事被切得越碎，高级脑区的同步率就掉得越快，波形也随之变得杂乱无章。这一指标能有效量化脑区对信息连贯性的敏感度，从而揭示不同区域在处理叙事时的功能差异。研究迎来了第一个惊人发现，大脑中存在一套跨越感官的时间尺度层级。无论是听小说还是看手语，大脑都采用同一套分工明确的流水线来组装信息。证据就在于金字塔式的3层处理模式，从15秒内的极短感知，到35秒的中等句法拼装，再到50秒以上的宏观剧情追踪。这种时间窗口的长短逐级递增，最终让大脑将零散的碎片转化为宏大的故事意义。位于处理链条最底端的 V1 视觉皮层构成了第一层流水线，它的核心任务是在约15秒的极短尺度内捕捉基础的视觉光影与动态特征。实验证据显示，这一区域对内容极不挑剔，无论播放的是完整剧情还是无意义的假手语，它都会疯狂同步工作。这意味着 V1 只负责最基础的感知，并不参与语法解析或故事理解，是整个认知金字塔中最为底层的瞬间捕捉器。攀升至第2层流水线，额颞叶网络成为了句法拼装的核心枢纽。与底端的视觉皮层不同，该区域对无意义动作毫无反应，只要画面中出现真实的词汇或句子，无论其顺序是否被打乱，这片网络都会在30到50秒的中等时间尺度内同步点亮。
它精准地将离散手势组装成有意义的句子单元，标志着大脑开始从纯粹 OFF 视觉信号转向深层的语言语义处理。位于认知金字塔顶端的是第三层流水线，即默认模式网络 DMN。作为真正的故事追踪器，它对零散词汇和乱序句子表现得非常冷漠。实验发现，只有当悬疑剧情以完整连贯的方式推进时，受试者大脑中的 DMN 才会产生强烈的脑际共振，其处理的时间尺度长达50秒以上。这种超长待机的运算能力是人类理解复杂叙事逻辑、沉浸于宏大剧情的神经基础。至此，研究得出一个核心共识：语言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感官的边界。通过对比听觉与视觉输入，证据显示额颞叶网络与 DMN 具有高度的普适性。这些脑区并非为了特定的声波或手势而存在，而是专注于解码抽象的语言逻辑与故事内涵。无论是声带振动还是空间舞动，大脑都能通过这套统一的核心架构实现完美兼容，展现了人类认知系统的强大适应力。虽然基础流水线是普适的，但手语的视觉空间模态解锁了大脑的专属隐藏版图。研究发现，当受试者观看手语悬疑剧时，大脑顶部与底部爆发了极强的电信号，而这些区域在听故事时往往保持沉默。证据锁定了2个关键脑区，负责空间处理的上顶叶 SPL， 以及负责动作与面部识别的腹侧枕颞皮层 VOTC。这标志着手语处理在共享通用架构的同时，还调用了特定的辅助网络。在这些隐藏版图中，上顶叶 SPL 扮演了空间魔法师的角色。它不仅负责空间注意力，在手语理解中更展现出罕见的超长感受窗口。实验仪表盘显示 ，SPL 的时间感受窗口长达60秒，这与负责剧情的 DMN 等级相当。它不关心零碎的动作，而是专职在长达20分钟的叙事中构建并追踪一个宏大的3维舞台，为理解手语中的空间逻辑提供了稳固的神经支撑。深入 SPL 激活的底层逻辑，核心在于手语中空间及代词的原理。不同于语音使用他或他，手语将不同角色直接放置在3维空间的特定坐标中。插图清晰展示了人物甲与乙在坐标系中的位置关系。SPL 的强烈激活正是大脑在实时运算这一复杂的空间几何模型，通过追踪这些虚拟坐标的逻辑联系，确保长篇悬疑剧中复杂的角色交互不会发生错乱。在处理视觉信息时，腹侧枕颞皮层 VOTC 充当了高级过滤器。尽管该区域通常因人脸识别和自行处理而闻名，但在理解手语时，它对词汇和句子级别的信号表现出强烈响应。刻度尺显示其时间感受窗口约为40秒，恰好介于基础视觉与高级语言处理之间。这意味着 VOTC 不再只是识别面孔，而是进化为连接视觉特征与语言单位的关键枢纽。在手语中，面孔不再仅仅承载情感，更是语法的关键阵地。VOTC 网络的高频运作本质上是在解码这些微小且转瞬即逝的语法标记。例如，眉毛抬高代表疑问句式，而特定嘴型则充当了修饰性的副词。通过精准识别这些面部语法，大脑才能在悬疑剧中准确捕捉语气与语义的微妙转折。这种机制证明了大脑能够灵活调用视觉识别脑区来辅助解析深层的语言结构。将有声语言与手语置于同一矩阵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其底层的异同。在视觉、语言及剧情脑区上，2类语言完全重叠，展现了强大的底层共识。然而，手语通过实心点亮的 SPL 空间网和 VOTC 面部网，获得了独特的模态特权。这意味着手语并未重塑大脑，而是灵活调用了额外的空间与视觉资源，从而完美适配了其特有的眼手沟通模式。为验证分块处理机制，研究引入了隐马尔可夫模型进行盲测。算法有力证明了大脑是按不同颗粒度理解时间的。数据显示，视觉区每15秒刷新一次缓存，语言区则以35秒为周期进行句法打包，而剧情区与空间区则展现出长达60秒的超长待机能力，共同锁定悬疑主线。这种从秒级到分钟级的事件分割，揭示了大脑在处理复杂手语叙事时精密的时间层级逻辑。在功能层面，大脑如同一场完美的交响乐，脑际功能连通性矩阵揭示，语言区、剧情区和空间区在处理手语叙事时表现得既独立又协同。
证据显示 ，MTG 前楔叶以及 SPL 等核心脑区各自抱团，形成了紧密的网络。虽然他们都在同时观察并解析整部悬疑故事，但彼此互不干涉，共同构成了一个多线程运转的超级处理器，确保了复杂信息的并行解码。整个手语理解过程可以被总结为一套全息模型。这一模型整合了从视觉输入到宏观剧情理解的4个层级。首先由 V1 和 VOTC 提取词汇与面部语法，随后通过额颞叶拼装句子逻辑。特别之处在于，大脑开启了 SPL 空间外挂来搭建3维舞台，并最终在 DMN 中实现意义的升华。这种跨时间尺度的协同，证明了大脑能够完美融合平面视觉与3维空间，解析出极具深度的叙事内涵。这项研究通过波兰手语的长时程实验，有力证明了大脑处理意义的普世内核。证据表明，即使沟通媒介迥异，大脑解码叙事时依然遵循统一的时间尺度层级。无论声波震动还是双手的舞动，逻辑构建的本质并不依赖特定感官。这种灵活性揭示了人类讲述故事的本能早已跨越了物理载体的边界。该成果不仅定义了语言的神经范式，更为探索感官受损后的认知重塑提供了核心依据，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了人类认知的无限潜力。